大家好，我是老吴，今天聊一个稍微敏感一些的话题，工会和罢工。老吴虽然自己没有加入过工会，但还是打过些交道。罢工，老吴也看见过蛮多次，见怪不怪。以前在 Berkeley 那边上班的时候，每周都有各种罢工罢课，我也支持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一般是涨工资了，进行一定的示威游行。但是万万没想到，最近刚刚搬家，给娃换了学校，不到1个月就遇到学区大罢工，老师撂挑子不干了。作为家长，切身感受了下各种不便。另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如何给一个小学1年级的娃解释罢工这档子事儿？于是老吴决定先自学一下，做一期比较完整的关于工会及罢工的视频。而且呢，老吴毕竟是个学院派，逼格自然得拉高一点，要做到全网最全最底儿调的梳理。除了美国，还会聊聊英国和中国。罢工在中国可是个比较禁忌的词汇，顺便呢用这个来教育一下小朋友。首先，大罢工的组织者是工会，那么工会是怎么来的呢？工会的历史可能远比大部分人想的要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手工业联盟，当时叫做 Collegia， 主要指的是古罗马时期有共同目标或者职业的人组成的合法社团，也可以指执行管理委员会。这个词的发音和长相很类似于现在的 college， 因此也可以指大学以及教团里面的学院。合法的这些一般都是得到政权，也就是罗马的元老院甚至是皇帝的认可。当时的手工业联盟一般是合法的，也是受人尊敬的组织。例如这个来自罗马帝国海上门户奥斯蒂亚古城的石刻铭文，就是纪念当时一个叫马库斯的木匠联盟会长，或者说木匠领袖。可见当时这种工匠的领袖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当然也不乏一些欺行霸市的犯罪团伙，可以算是现代黑社会的原始形态，干一些收保护费之类的小坏事。随着古罗马帝国的瓦解，手工业联盟继续发展演变，到了欧洲中世纪变成比较成熟的行会组织，英文叫 Guild。 这里的行会按照成员的组成，又可以分为同行业的商人组织以及传统手工业组织。例如这里展示了很多中世纪欧洲的各式行会文章，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图案，就可以大概猜出来这个行会是干嘛的。例如有铁匠、锁匠、木匠等等。因为那个年代属于农业社会，手工业者相当于个体户，所以不管是商人还是这些手工业者集合的组织，都是比较类似的，属于企业主，必然不能算打工狗的组织。例如这幅来自17世纪大师伦勃朗的名画，描述的就是一些布商行会理事的群像，是他晚年最杰出的集体肖像画，现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属于镇馆之宝的级别。行会组织的本质是当地的同业者为了利益而联合行动并组成的团体。不管是手工业者行会还是商业行会，具体工作的内容或者管辖范围都很广，包括控制产品或者商品的价格，对工时、薪酬的把控，对手工业制造以及产品品质的管控，以及制定其他的一些规则。这些管天管地的规则结合在一起，就达到了限制外来竞争以及对本地市场垄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行会组织是确保本地经济的秩序和稳定的基石。这里给个非常具体的案例，这本书里描述了14世纪英国南安普敦商人行会的章程，这里面主要包括了组织架构与入会。例如它规定了行会里面会有1名长官、1名管事、1名牧师，这些都是官员。新成员入会会根据其职位向官员缴纳1到4便士不等的会费。它也规定了贸易垄断相关的章程，例如它严禁成员在船只未进港之前出海接货，违者货物将被没收。这种规定是为了防止私人囤积货物，以确保行会集体对货源的控制。还包括成员的互助和慈善，如果行会成员陷入贫困，行会会提供每周7便士的生活补助。若成员去世无钱下葬，行会将负责其丧葬费用。还有一些关于学徒和质量控制的章程，例如规定学徒制是进入该行业唯一的途径，管理人员有权搜查成员的工坊，并没收销毁不合格的产品。
还可以对违规者处以罚款，甚至取消从业资格。还有一些其他的禁令和约束，例如为了保障公平竞争和产品质量，禁止在夜间工作，因为灯光不足可能导致瑕疵，晚上也便于监守自盗。另外还禁止在一些节日，例如安息日工作等等。可以看出来规定的很细致，也包含了现代工会的很多内容，例如刚刚提到的成员互助和慈善的内容。其他的行业行会也大同小异。这是一个典型的手工业者行会架构，掌权的是师傅们，而行会本身的管理者或者说大总管是从师傅里选举产生的，也就是权力最大的师傅。行会设有理事会做一些团体决策，下面主体是会员，也就是其他的师傅们，再下面是拿工资的熟练工，最下面是不拿工资的学徒。总体来说，组织架构非常明确。而想要加入，除了本身或者家族传承是这个行业以外，付点入门费也是必须的。行会有自己的小金库，来自成员的加入费或者会费，违规者的罚金，相关行业的税金，一些特许权的费用，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外部赞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进行投资，例如购买大量的土地，从而维持现金流的收入。总体来说，自收自支其实蛮像现在中国一些职能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小日子过得蛮香。而真正催生近代工会的，则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和工厂制的普及，工人被迫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每天普遍的工时超过12个小时。当时滥用童工，也没有安全保障，如果单个工厂的工人抗议，就会立刻被开除。于是工人开始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工会或者说近代的工会由此而诞生。而它诞生之初，自然就是资本家讨厌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非法集社。当然了，客观的说，当时工会被定义为非法，也不全是资本主义独断专横的锅，而是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英国斯皮特海德和诺尔发生的2次海军哗变。当时英国正在和法国交战，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1次反法同盟战争。而英国的对手就是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军队由著名的拿破仑统帅。这个时候拿破仑还没有称帝哈。要知道，当时的海军往往是战争的主力，也是日不落帝国核心的军事力量。而这2场兵变几乎瘫痪了英国本土的所有防御，是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起义的背景和现代罢工倒是也差不多，普通的水兵薪资待遇一直不涨，粮饷被克扣，战胜的奖金分配不均，大部分都归了军官，以及军官动不动就会虐待士兵。以克扣粮饷为例，当时的制度叫做司库棒，发给水兵的每16盎司食物就会被扣掉2盎司，一下子少了 12.5%， 可还行。由于这2次事件主要的诉求是改善待遇，并且也有类似工会的组织，当时叫做水兵委员会进行策划，因此更接近于现代的罢工，而不是实质上的兵变。而由于具体的执行以及目的的些许差异，更是导致了2次罢工截然不同的结果。首先是1797年4月到5月的斯皮特海德起义，总体的原则是非暴力、有纪律，没有政治诉求。考虑到当时处于英法战争时期，他们甚至还宣称，如果法国的舰队出动，就会立即重返岗位出海迎战。因此呢，最后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3世颁布了皇家赦免令，全军加薪，取消司库棒，并撤换了100多名遭到投诉的粗暴军官，起义全面获胜。后来同年5月到6月的诺尔起义，当时的领导者叫 Richard Parker， 类似于现在的工会主席。这一次的罢工诉求就激进了很多，甚至要求解散议会和法国停战等等。我大英帝国正在和外国打仗，你搞这些那还得了？早就超出了普通罢工的范围，妥妥的是叛乱。起义的水兵甚至还封锁进入伦敦的商船航道，切断伦敦物资的供应，试图来要挟当时的政府。这些不仅激怒了政府，也激怒了普通的民众，导致水兵们的淡水及食物供应被切断。这里有一幅当时非常著名的讽刺漫画，就是讽刺的这一次起义。左边站着的那位衣冠楚楚，正是当时的副海军上将查尔斯·巴克纳，他正被迫听取叛乱分子的要求。桌旁坐着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叛乱领袖的代表，或者说谈判代表，他们被描绘成一群地痞无赖的形象，闹了一阵，四面楚歌。最后这次起义完全失败，
Richard Parker 等29名头目被绞死，还有数百人被处以鞭刑或者流放。而大文豪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著《比利·巴德》正是以这两场起义作为背景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来看看。以这两次为代表的，还有一系列通过工会组织工人甚至是士兵反抗雇主和政府的行为，这使得英国的议会托利党十分恐慌。托利党也就是后来的保守党，另外他们也很怕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想蔓延到英国，于是在时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以及资本家们的推动下，1799年到1800年，议会火速通过了结社法及其修订案，全称为《防止劳工非法结社法》，也有翻译成整合法案的。可以说，这是当时英国政府为应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会以及工人运动而制定的总的一个法令体系。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结社法当时规定的一个内容。1799年最早颁布的结社法规定，任何结社行为甚至无需罢工或者恐吓，只要是尝试和雇主达成关于加工资、减少工作量或者改变工作条件等协议，均属于违法。1800年这个修正案更是扩大了结社法适用的范围，进一步包含了任何劝诱、恐吓、干涉雇主的行为皆可入罪，而如果被定罪，惩罚包括罚款、苦役和监禁。这一套组合拳真尼玛狠呀！法令实施期间，大量的工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与此同时，蒸汽机大量取代工厂的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即便转入地下，工人依旧进行着反抗，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一系列的暴力活动，称之为卢德运动。这些人称自己为卢德主义者，实际上就是反对纺织工厂化的社会运动者。很多来自手工工人通过破坏工厂机器来进行反抗，甚至后来还和英国的军队发生了很多次暴力冲突。就这么斗来斗去，又过了20多年，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弗朗西斯·普莱斯。这个人还蛮神奇的，他本身是一个裁缝，自己还开了店，但是1793年因为参加手工业工人罢工被禁止从业，然后闲着无聊开始读书，居然华丽变身成一个改革运动家。他和国会议员合作，系统的搜集资料，证明了前面的结社法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直到1824年，议会居然出人意料地通过了废除法案，工会突然合法化，工人的怨气集中得到了爆发，导致了全英国范围内密集爆发罢工潮。这下子雇主资本家又受不了了，他们促使议会在次年，也就是1825年通过了新版的结社法，延续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化，同时允许工会协商工时工资。工人虽然有罢工权，但是罢工中如果有妨碍行为、恐吓、骚扰行为，都被定义为犯罪，约束了工会和罢工的威力。其后接近半个世纪，劳资双方依旧是互相拉扯，更多的工会、跨部门的总工会，甚至是全国范围的总工会相继成立，罢工也时有发生。过了接近半个世纪，终于1871年，威廉·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工会法 Trade Union Act 1871。这位英国前首相一看照片就是不好沟通的狠人哈。说回这部法律，真的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工会在英国法律体系中间的地位，通过注册制合法化了工会的存在，同时承认工会的财产权利。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部法案奠定了现代劳工运动的法律基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当时美国自然是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系，即便是美国独立以后，因此直到19世纪，英美法院都将工会视为妨碍贸易的非法阴谋，英文称之为 criminal conspiracy， 中文叫刑事共谋或者刑事阴谋罪。毕竟嘛，都是在和资本家对着干，不是？直到1835年，当时是美国的第7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当政，社会通胀率很高，大家的生活并不好。那一年，波士顿的鞋匠们成立了一个工会，叫波士顿鞋匠协会。因为经济不好，协会成立的当年就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提高收入到每做一双鞋 1.75 美金。放在今天，这个数字自然是不值一提。不过要知道，那是接近200年前的1.75美金。我们按照通胀率简单估算一下的话，相当于现在的大概65美金。紧接着1836年，这一帮人又开始罢工了，要求收入又提到2美金一双鞋。对于鞋匠来说必然是好事，这个价格一直持续到1840年。这时候转折点来了，
协会里出了一个不听话的鞋匠，他的名字叫耶利米·霍恩，姑且叫他小耶。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就是有一个顾客一双鞋需要一些额外的定制，多花些功夫，他居然没有收额外的费用。协会知道以后震怒，他妈的，居然变相打折，坏我规矩。于是协会就要罚款，还威胁如果不交的话，不仅要让这个鞋店开除他这个鞋匠，还要将这个鞋店彻底开除出协会。罚款罚多少呢？要罚7美金，那可是要做3.5双鞋才能赚回来的巨款。小耶同学自然不服，直接将协会告上波士顿法庭。初审的时候，公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协会或者工会是否压制了非协会的鞋匠，以及损害了雇主的利益，是否构成共谋罪。从一些文字记录来看，当时应该是控辩双方激烈争论，甚至协会还以小耶同学是无神论者的理由，迫使法庭拒绝他本人出庭，还把很多其他行业协会的拉过来作证。但当时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很有主见，他对陪审团说，如果判协会获胜，会让协会未来可以有恃无恐地掠夺大众财产，使得大家财产不保，毁坏社会秩序。翻译一下就是说，协会这样罢工提价还威胁协会内外的成员的做法是有损公众利益的，说的是相当严重哈。自然初审协会败诉，协会自然也是不服，直接上诉到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于是就有了在美国司法历史上以及劳工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亨特案。叫亨特案是因为当时工会的创始人和领袖叫约翰·亨特，自然就是这个案件的被告了。1842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和权衡，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勒米尔肖推翻了原判。法院裁定：一、工人组织工会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工会的性质取决于其采取的目的和手段。二、如果工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或者提升成员的技能和道德，那么它是合法的。即使工会采取了罢工或者拒绝非工会成员合作等行动，只要这些手段是非暴力的、非欺诈性的，就不构成刑事阴谋。在以前，这种情况往往工会都会被判刑事共谋或者阴谋罪，而亨特案这个判决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判定工会无罪，并且确定了工人以及工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因为欧美法系是判例法的体系，这个判例直接影响了后面几十年类似案件的审判。当然了，判例总归是判例，并不是立法。劳资双方的斗争，特别是以工会为领导的罢工时有发生，并经常伴随着暴力。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甘草市场事件，它的背景是1886年一次美国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事件，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作时长，争取8小时工作制。据估算，当时有30到50万的工人参与其中。芝加哥是整个运动的中心。1886年5月1号，全美各地工人集会游行，最初是一场和平的游行。然而5月3日，在工人与警察对峙的过程中，几名麦考密克工厂的工人被打死。无政府主义者对警察的暴行感到愤怒，他们迅速印发传单，呼吁第二天在甘草市场举行集会。可以看到，有的版本的海报上比较激进，直接号召工人武装起来。集会的当天有数千人到场，然后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警察开始驱赶人群。突然，一枚土炸弹被扔到警察面前，并且引爆，当即就有警察死亡。随即双方展开了互相的枪战，最终造成7名警察、4名工人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一个惨剧。这幅创作于1886年的版画就是描述当时这个十分混乱的场景。后来一共有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审判，这幅素描就是描述当时的庭审现场。虽然他们都不是抛掷炸弹的罪犯，但是由于警察死伤惨重，性质十分恶劣，政府决定严惩，杀鸡儆猴。8名中的7名被判处绞刑，有2人最后被减刑，1人在牢狱中自杀，剩下的4人于1887年11月11日被执行绞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投掷炸弹的人究竟是谁。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1890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者游行日，并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这个节日也成了这次事件最大的遗产。而最搞笑的是，这个节日虽然起源于美国这次大罢工，但是美国根本不庆祝这个节日。又过了接近30年，1929年，美国开启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当时股市崩溃，失业率飙升到 25%， 差不多是现在的5倍，银行大面积倒闭。这种情况下，自然罢工事件不断，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持续了整整3个多月。7月20日，罢工最高潮的一天，爆发了著名的血腥星期五，警察开枪射击罢工参与者，导致2人死亡，67人受伤。其后州长甚至动用了国民警卫队，也就是军人镇压罢工，实现军事管制。而在那个年代，此起彼伏的罢工中间有人死亡也是家常便饭。顺便八卦一句，这次罢工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领导的工会称之为 Local 574，其中很多领导是当时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在这次罢工中间起到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伴随着大萧条，1932年，美国迎来了第32位总统，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美国救世主罗斯福。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4届的总统，也正是他的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经济重新复苏，走上世界的巅峰。可以看到，罗斯福当政期间，美国的 GDP 从谷底翻倍了还不止。他的丰功伟绩实在是太多，除了经济，还有后面的2战等等，绝逼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罗斯福经济学认为，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增强消费能力是复苏经济的关键，而强大的工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在政府的斡旋下，1935年，美国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正式承认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禁止雇主干涉工会组织、歧视工会成员或者拒绝谈判。前面我们提到过，英国工会合法化的标志是1871年工会法的颁布，在那之后过了60多年，美国才将工会完全合法化，而且当时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如果当时美国经济好的话，应该还可以再拖几十年。工会这一路走来也相当不易。说完了英国和美国，我们再聊几句中国的工会和罢工的发展史。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开始工业化始于1860年的洋务运动，比西方工业革命整整晚了100年，而后来发展出工会，更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主要是在5·4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以后，中国这个时期的工会非常有特色，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完全不同。这是因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一大明确将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之一。由于当时党还没有军队，城市工人被视为最核心的革命基础，因此早期的中国工会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例如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策划领导的。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是省港大罢工，这个则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总书记邓中夏等人发起，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在香港和广州同时进行，历时接近4个月。而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又叫27惨案。同样呢，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会的成立以及后续的罢工。罢工爆发以后，军阀吴佩孚调动2万多军警与参与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5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数千名铁路工人被开除，可以说是相当的惨烈。总的来说，中国工会从诞生之初就有极强的政治目的，而这一点也是不管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所以往往会导致血腥的镇压。即便是回到1797年英国诺尔海军起义，也正是因为带着政治的目的过于激进而导致惨败。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有工会吗？我估计很多人和老吴一样有点点不确定，似乎有，但没啥存在感。其实呢，刚建国1950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并在90年代进行了多次修订。不用说也能猜到，在中国工会更多是一种摆设，主要是干干职工福利、安置下岗职工之类的闲职，是维稳的工具。那么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罢工的权利呢？这个就非常灰色地带了哈。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提一下1954年新中国发生的一件天大的事，那就是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54宪法，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当时老百姓举国欢腾，到处上街游行。稍微八卦一句，那时候集会游行可比现在自由多了，没有后来的集会游行示威法那么多限制。在这部宪法里面，第87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并没有明确提及罢工。第一次宪法的修改是在1975年，那是文革的特殊时期。但是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28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个是罢工权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当中。文革刚刚结束，1978年，中国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里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4大，现在的人听了可能一脸懵逼，但其实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的政治形式，于1978年被写进宪法，实际上是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相关的理论，保留了4大作为公民的权利。随后1979年、1980年2次对宪法进行了小改，但是这一条仍然得以保留。转折发生在1982年第3次大规模修宪的时候，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在1982年宪法当中，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的自由被删除。82年的宪法呢，也是我们现行的宪法，其后中国就不再重新制定新宪法，而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进行微调。因此现在的中国工人在宪法层面上是没有罢工权的，如果你不信，可以去试试，后果自负。那么成熟的合法的罢工是什么一个流程呢？让我们再回到体系比较健全的美国。前面提到过，美国通过了1935年全国劳动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这个法案赋予了工会合法的权利，以及工人罢工的权利。对于罢工的流程也有一定的规定。合法的罢工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谈判的僵局，就是说工会和雇主谈判谈不拢。然后是罢工授权的投票，这个是工会给全体成员解释现在的状况以后呢，进行的一种秘密的投票，一般要求多数甚至是2/3同意以后，正式授权工会领导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宣布罢工这样一个权利。然后有一个可选的步骤，一个联邦部门叫联邦调解与和解服务局，简称 FMCS， 他们可以尝试进行调解，从中撮合。再后面就是必须履行的通知义务，一般需要提前60天通知雇主，工会打算终止或者修改合同，也必须通知联邦调解与和解服务局。同时呢，可以进入罢工的准备阶段，准备标语、培训人员、安排经费，甚至向参与者发放生活的补贴。接着是正式的罢工，游行示威，喊口号，并在企业门口设立纠察线，劝说他人不要进入工作场所。最后是谈判与解决，也就是 resolution。 罢工期间劳资双方都有压力，时间一久都撑不住，就会回到谈判桌互相妥协，先达成初步协议，然后工会成员再次进行投票，若通过，罢工结束，工人复工，皆大欢喜；谈不拢就继续闹。总体来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只要罢工过程中间你不乱来，警察叔叔也不会管你。最终如果双方达成了一致性的条款，就会形成一个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简称 CBA。 它是一种集体法律合同，签订的双方，一方是代表工人的工会，一方是雇主，一般会规定很多经济的细节，例如工资、奖金、工作规则，例如排班、假期，还经常包含有效期，一般是几年，禁止有效期之内的罢工这样的条款。这样就能保证劳资双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间不再出幺蛾子，过期以后再说。以我们刚经历的罢工为例，劳资双方是 Teachers Association， 也就是教师工会，以及他们的雇主当地的学区，双方都有各自的网站，会对罢工的进展和一些诉求进行公示，比较公开透明。前一个版本的 CBA 应该是去年6月就已经过期，一直没有谈拢，因此导致了今年3月的罢工。罢工的口号和标题十分重要，例如这里他们用的是重新分拨预算，要多投资给学生。作为学生家长呢，只看到这里的话就很容易站队过去。再看一下具体的诉求，和学生以及教育质量直接相关的有3条。第一条是
各个年级降低学生和老师的比例，这个自然对于学生和老师都是好事。例如小吴今年1年级班上有26个学生，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24个。我这里偏高，可能是因为这边最近盖了好多房子，所以人口密度提升比较快。包括老吴以前参观过的大部分平价私立学校也差不多是24到26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要对着20多个学生。个别贵一些的私校，例如 Basis 会通过加一个类似 Teaching Assistant 这样的一个人来降低课堂上学生和老师的比例，但是呢，这些额外的人员大部分是没有资质的。这个比例呢，在美国是算偏高的，能降低自然是好事，特别是针对需要特别照顾的娃。但是也看和谁比，例如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一个班基本都是40多到50个学生配一个老师。当然了，他们这个诉求也留了一个后门，你要加人也可以，给钱就行，这里叫超额补贴。另外提到了希望每个小学有一个专职的辅导员，或者叫 counselor， 这种一般是处理一些学生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可以对学生进行一些危机处理的培训，并直接参与一些危机的处理，还会负责一些学校特殊教育等等。现在实际很多学校是共用的辅导员，主要这个是由于经费的问题，有专职的那自然是很好的。最后还提到了 special education 支持，这里没有说啥细节，估计也就是顺带提一下。这里老吴稍微多说几句 special education。 小吴呢现在是1年级，但是已经遇到过2个同班级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说明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主要的表现是经常比较暴躁，无法控制的大喊大叫，应该是与发育或者心理一些问题有关。每次他来上学的时候，学校都会派额外的 assistant 入场帮忙，其实就是针对他。公立学校呢一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类的学生，但是老吴前面参观过的很多私立学校基本对这类学生都是会拒绝的，除了个别例如 Brave Christian 这种教会学校。作为家长呢，我也蛮纠结的，一方面我非常的同情并且理解这些家庭和学生，我也支持需要一些人力的投入来帮助他们，但另一方面这类的孩子确实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学生，甚至不排除偶尔会有一些肢体的暴力。总体来讲随缘吧。剩下的几点诉求就完全是老师福利待遇的诉求了，大头是要求工资涨幅 3.5%， 这个比例呢是低于通胀的，因此相对合理。但是由于所有的老师都要涨，对当地的财政自然是有点压力。另外是保险的 coverage 需要提升，也是增加财政的成本。看完以后，老吴总体感觉是钱依旧可能是核心的诉求，这个是可以量化的，也最容易达成目标。我相信工会和学区心里也很清楚，谈判的重点就是经济的诉求。老师的这些经济诉求明显都会增加学区的经济负担，学区就很容易以经费不足为由进行拒绝。因此工会的这些老江湖为了应对谈判，仔细的研究了地区的预算，他们想要表达一个意思，只要预算做得合理，不增加财政负担，也可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这就是谈判的艺术。这里老吴并没有仔细去核对这些数字，只是从工会的网站上引用了一些给大家做个示例，实际的文档很长，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站自己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地区的预算乱来，狗屁不通，预算和实际的花费差距往往很大。例如这个表里可以看到，每年的一些预算项目超支都在1000万到2000万美金之间，而又有一些该花的地方预算不足，会少1000万甚至更多的钱。例如教育，每年呢总体的结果都会有几百万的财政赤字，因此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我们的钱呢？所谓乱花钱的地方，一个代表的案例就是专业和咨询的费用，也就是说地区的政府需要聘请一些专业人员，例如法律、财务、各种咨询等等的人，这样一个费用。这些费用呢最近几年是直线飙升，2020年的时候还只有大概500万美金一年，现在已经翻了2倍还不止。他们还分析了很多预算乱估的例子，例如书本和其他一些教学用具，每年的预算都会被高估几百万美金，例子还不止这些，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另外他们还给地方的政府出招，列出了一些可能拿到的州政府的补贴等等。总体的结论就是你好好做预算，好好申请经费，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花。罢工那几天，学区每天都会给你发邮件沟通进展，这点还蛮好。第一天比较惨，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小群里还在讨论要不要送娃上学，也不知道送过去的话学校怎么带。最后蛮多学生没有去学校，学校决定把剩下的孩子集中在几个大厅里面，让他们做一些练习册混过去，毕竟人手严重不足。这个邮件里面提到了整个罢工让人最不爽的一点，就是前面几天罢工的人群直接挡住了学校的入口，不让车开进去送娃，我们在路口也被拦了下来，想要劝退我们，结果我只能选择把车停在附近的马路上，然后步行绕过罢工的人群把娃送进去。
我只想说，虽然你们有罢工的自由，也不能妨碍其他家庭上学的自由。另外，也不可能所有的家庭都有大人不上班在家陪娃，对不对？如果你去他们官网仔细找，还能看到所有从去年开始的会议记录也是比较公开透明的，里面的内容很多，仔细研究比较花时间。最终的谈判结果如何呢？我们来瞅瞅，大部分选项都似乎达成了折中的协议。例如工资的期望增加 3.5%， 最后落在了 2.3%。 保险个人的额度呢，逐步提升到要求的 100% 的 coverage。 学生和老师的比例逐年适度降低，这个说实话略超我的预期，因为这几个基本要求都需要提高老师的人头数，可能还要配套场地，即便是在更富裕的学区，甚至是一些顶次，也只能说尽力而为，而往往最终是因为预算而无疾而终。但居然学区同意了，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最终是否能落地，以及落地的方法究竟是如何。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高一些，稍微多看看新闻，你就会发现一些罢工比较密集的行业。以前主要是一些制造业的工人，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工人，到例如2023年涉及14万5千汽车工人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大罢工。当然，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基本不行了，工人也远没有以前那么多，其他一些劳动密集型但收入相对低一些的行业已经接过了大旗。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教育行业，光是看2026年的湾区这边，在我们这个地方之前，三藩和奥克兰教师工会已经罢工过了，并都以达成涨薪协议而告终。加州大学体系的教职员工已经是间断的罢工了好几年，各种要求涨薪。另外一个重灾区是医疗保健行业，特别是护士。例如上个月刚刚结束的纽约那边一个医疗体系的护士罢工长达6周。过去的3个月，美国各地护士的罢工已经有很多起，大部分都是在加州。已经公布的今年将要发生的护士罢工还有好多，大家等着吧。还有一类比较新兴的是由于 AI 崛起取代人工而导致的大罢工。最典型的是2023年好莱坞编剧和演员工会，他们组织的一个1万人大罢工，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最近又在闹腾。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不言而喻，都是相对比较苦逼、累死人、收入还相对不高的行业。例如，你有听说过华尔街金融人士罢工吗？或者是硅谷大厂的软件工程师罢工吗？未来由于 AI 取代更多的工作，是否会导致更多的职业走上街头？我们走着瞧。如果我们研究下罢工主要发生的区域，那必然是相当集中在东西海岸经济发达的地区。这张图来自于康奈尔大学，统计的是去年1月1号到如今美国发生的较大规模罢工。加州一个州一共干了200多次，可还行。纽约一个 city 排名第2，干了接近70次。波士顿干了40多次，而其他的地方则是相对民风淳朴，生活幸福。罢工集中发生在东西海岸，自然是因为这些地方生活成本更高，贫富差距更大，特别是疫情这些年，高通胀加持之下只会更糟。要想让这些不安分的工人回归民风淳朴，这张来自当年著名的雅尔塔会议的照片给我们提供了2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希望未来能有一位罗斯福在世，救美利坚于水火， God bless America， 大概率比川皇至少要靠谱一些。要么就是学苏联或者咱大天朝，直接给他禁掉呗，威武我大天朝。